上一讲我们讲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这是一场呢以隋唐时期的中国为模板进行的大规模变革。从广义上来说，大化改新持续了56年的时间，但是呢，你如果看一下大化改新的过程，会发现日本学习中国的力度并不是均匀的，而是在中间呢有一个突然的增加。我们就以日本派往唐朝的使团叫做遣唐使的规模为例啊，开头呢每次只有1到2艘船，人数120人左右，但后来一下子增加到4艘船，人数超过了500，规模呢是之前的3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战场对决——白江口之战，也叫白村江之战。这一场战役啊，不光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日本，也让我们看到了日本的一些深层次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战役的背景，也就是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渊源。日本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它虽然是个岛国，但似乎呢对海洋从来没有什么兴趣，也从来没有搞过真正意义上的远航。古代日本的造船业很不发达，对洋流和季风啊也搞不太清楚。相反，他的兴趣点始终是在东亚大陆，特别是一海之隔的朝鲜半岛。要知道啊，在中国东晋时期，日本内部还没统一的时候，就已经派出军队入侵朝鲜半岛。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羡慕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所以想建立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一整套体系。侵略朝鲜当然是第一步。说到这里啊，我得提一下，不少人都有一个误解，好像古代日本和朝鲜一样，都是中国的藩属国。这个不对，藩属国不仅要向宗主国朝贡，还要向宗主国呢称臣并接受册封。而在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中，日本和朝鲜、越南甚至泰国这些国家都不一样。他的确有一段时间向中国朝贡，但很少接受中国的册封，一有机会呢就要争取和中国平起平坐。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隋朝时期，尽管日本向中国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但给隋朝的国书写的是日出处天子，志书日没处天子。你看啊，这不光是把自己和中国呢放在同等水平上，甚至还把自己说成是日出之处，把中国呢说成是日落之处，无形之中还想压中国一头。请你注意啊，这就是日本的心态，学是要向你学的，但不意味着服从于你，相反是为了超过你。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白江口之战前的态势。当时呢，朝鲜半岛有3个国家，新罗、百济、高句丽。这3个国家先是接受了唐朝的册封，但是呢，后来由于内部政变发生战乱，百济和高句丽结盟对付新罗，唐朝支持新罗，日本呢支持百济。结果就在白江口，也就是今天韩国西岸锦江入海口那个地方，双方展开大战。当时日本军队拥有战船约400艘，兵力约4万多人，加上百济军队呢，一共将近10万，而唐军战船约100艘，兵力1万左右，加上新罗军队总共也只有4万左右，所以日本方面的数量优势啊很明显，也比较自信，但结果却是唐军大胜。对于这场战役的情况，中国旧唐书上的记载只有几句话：4战捷，逢其舟400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也就是说啊，经过了4次战斗，唐军取得了胜利，焚烧了日本400艘船只，烟火冲天，连海水都被鲜血染红了。可见呢，当时的战况属于标准的一边倒，日本的海上力量基本全军覆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说白了，当时的唐军对于日本军队属于降维打击，在指挥、战术、军事装备，包括盔甲、唐刀这些要素上，唐军可以说全面领先日本。另外呢，因为这场战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海战，所以舰船的质量也很关键。我前面说过啊，日本这个国家很有意思，虽然是岛国，但古代日本似乎对海不感兴趣，造船技术也一直不太行。即便到了明朝的时候，日本船只的结构和制造工艺呢依然很落后。
船板的接缝处不像中国那样用铁钉和榫卯技术，而是用铁片。缝隙也不像中国用麻筋桐油来填，而是用一种短水草塞一下，所以容易漏，容易裂。风帆设计也只适合顺风航行。你想明朝的日本船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唐朝时期的日本了。反观唐军的战船不仅坚固而且高大，还有专门的火攻装备，所以在海战中完胜日本非常自然。那这样一场惨败对日本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日本的反应是非常典型的。首先是采取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本土防卫措施，在海边筑造防御工事，修建烽火台，组建海防部队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短期的应激式的反应。更重要的是一种长期反应，就是日本开始加速向中国学习的步伐。可以说日本上层原来就对唐朝的文明很羡慕，但在白江口之战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和唐朝的差距这么大。当然惨败以后日本清醒的也很迅速。白江口之战的第2年，日本天皇就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动从大化改新开始的国家体制变革进入到一个明显加速的时期。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全力以赴向唐朝学习，就像我们一开头说的把遣唐使的规模一下子扩大到了原来的3倍。当时日本学习唐朝那种竭尽全力的程度我们从遣唐使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来。要知道唐朝时期日本到中国的海路属于高风险旅程，日本的遣唐使绝大多数都在途中遭受过重重波折，很多船只甚至直接毁于风浪。据日本学者统计，历史上派出的遣唐使船只大约48艘，其中至少有1/4在途中沉没，而人员的损失就更大了。海难加上疾病，使得日本遣唐使的死亡率高达50%左右。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作为遣唐使来到中国的是日本在外交、科技、工艺、学术、宗教等各领域最顶尖的人才，完全属于社会精英。所以这种损失对当时人才原本就稀缺的日本来说尤其惨重。但即使面对这样的情况，日本方面仍然坚持派出遣唐使，这个也反映出他学习唐朝的决心和力度。那除了加大向中国学习的力度之外，白江口之战对日本的另一个影响是，它促使日本拓宽了向中国学习的全面程度。白江口之战以后日本对唐朝的学习几乎到了全方位的地步。不仅把官僚制度、税收体系、土地制度、律法这些国家运行的关键制度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日本，而且像礼、乐、书法等精神文化领域的东西也大量吸收。所以当时的日本可谓唐风极盛。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首都的设计。8世纪初，日本建立新的首都，叫做平城京，地点就在今天日本的奈良市。你要看一下这个平城京的地图，就会发现它几乎完全是仿照唐朝长安的模式修建起来的。整个城市被东西向和南北向的街道划分得非常整齐，形成一格一格的方块，像棋盘一样。皇宫也是和长安一样，修建于城市中轴线的北端。皇宫南边是主干道，而且这一条主干道的名字直接抄了长安城，也叫朱雀大街。唯一不太一样的可能就是首都的面积，整个平城京面积上更小一些，相当于长安的1/4。所以你看当时日本学习唐朝的力度确实到达了某种极致。那讲到这里白江口之战对日本的影响基本上也讲完了。从这段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有2个很有意思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你可能已经想到了，那就是强者崇拜。你看他被唐朝打败以后没有任何不服气，一旦看清自己和唐朝的差距就开始拼命学习唐朝，模仿唐朝。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强者崇拜，比他强他就认，而且全力以赴的学。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转向迅速。你看日本从与唐朝强硬对抗到向唐朝全面学习，这个大弯转得非常之快。
白江口之战的第2年，日本就和唐朝全面修好，第3年就重新向唐朝派出遣唐使，而且和唐朝的交流范围迅速扩大。应该说，这种转向速度之快，大部分国家很难做到。这2个特点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日本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发展之道可能都在其中。在近代日本和现代日本的历史中我们还会反复的看到这2个特点。好，这一讲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我给你做个总结。这一讲我们说到了中日历史上第1场战役白江口之战，古代日本就不断介入朝鲜半岛，在白江口一战中被唐军打得大败。这一场战役大大增加了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力度和广度。从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这个国家明显的强者崇拜和转向迅速的特点。